大家好，我是小唐，也很多人叫我 Sandy。要如何报名去国外内关？其实步骤跟在台湾是一样的，你只要到 Vipassana 的官网，找到你要申请的中心，它的课程大约都是2个月前开放报名的。我当时是在1个半月前去申请那一门课程的，你就是注册、填写报名表，并且寄出，那就等候。那我大约在记得1周吧后就收到了回复，但对方的回复是希望我提供在我课程期间内会住在塔斯马尼亚当地的紧急联络人的姓名、电话、地址，因为我当初只提供了墨尔本的联络人资讯，所以他们说不行，要塔斯马尼亚当地啊。我本来要放弃了，但很幸运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得知了我的难处，他也是有参与过内关的学姐，他就说他有另外一位朋友也是参与过内关的学姐，住在塔斯马尼亚，就帮我要到了这些资讯，让我补送回去。很幸运的补送后，马上就得到了回复说报名成功，要出发了，非常棒。所以你如果要去国外内关，你需要考量的是那个当地那个城市有没有人可以当你的紧急联络人，前提是你要有办法照顾好自己国外的状态。这个紧急联络人他跟你的熟悉程度，内关中心是会希望是跟你有交情的足够的人，有办法在你真的出事的时候可以马上支援的人，大家就自行评估。下一题，你的英文程度要到哪里？通常内关中心可能会离市区有一段距离，你要有办法带自己到那里。当然，他们会提供很清楚的接驳资讯，如果你要订接驳车的话，就是可以用 email 的方式去预定，所有资讯都很清楚，你要有办法帮自己安排，把自己送到那个中心。进入中心之后，会用到英文的时候，一开始助教会解释这个内观课程如何进行啊，环境等等。以我的经验，其实它都会有文字，它会贴好你需要跟随的规则，其实你都用文字看得到。他讲话也会非常清楚。助教是你全程都可以开口去询问求助的对象。这都是学长姐，就是有做过内关的人，那他们都非常愿意去帮助所有的新生。所以如果你有办法开口表达你的需求，基本上问题应该是不会太大。课程进行间会有葛印卡老师，我不去解释一下他是谁，基本上你在课程间会听到引导的语音都是来自这位缅甸老师，他是有口音的，但是他讲话很慢，而且他大多时候是讲故事，其实不难懂，也听力要有办法听有口音的英文的能力啊。我也有碰到，因为有一些日本人、西班牙人，但他们都住在澳洲当地。他们如果过程间有不清楚的英文指令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跟助教说，可不可以让我去听中文的录音档，去补充刚才那一段的解释，他就会自己去戴耳机听，这就是可以解决如果你听不清楚录音档在讲什么的问题。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你英文不是你的母语，你在课程前我非常推荐，这也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在每天的晚上会有1个半小时的课程解说，就是葛英卡老师会讲1个半小时的故事，跟一些哲学，跟一些经验分享。这个
如果你用英文去听，像是有一些哲学的专有名词，其实会有点难理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老师或是助教说，你需要听中文的录音档。我每天白天的时候都是跟着听英文的简单的冥想引导，晚上那1个半小时，我就会跟其他非英文母语的同学们到小房间去戴耳机听自己语言，像我就是中文引导的课程解释，它就会还原了蛮多我当天可能没有真的非常清楚的资讯。我觉得一定要求你每天晚上的课程解说需要用中文进行，这都是对方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最重要。所以英文程度要如何，就是你有办法出国自助旅行，有办法简单英文沟通，表达自己需求，并且有办法听有口音的简单的英文，基本上不是太大的问题。下一题，塔斯马尼亚的内观中心跟台湾有什么差别？我没有去过台湾的，但听朋友说台湾的是男女完全分开，是住可能是双人房。以塔斯马尼亚来说，它的中心在森林里面，男女会在同一个场地，但是它会把场地用很巧妙的方式完全隔开，所以你只有在每天在冥想大厅的时候才会看到另外一侧的异性，你全程基本上是完全不会跟他们相处到的，吃饭也是分开的，睡觉也是分开的，散步也是分开的。更棒的是塔斯马尼亚的中心是单人房，这个我在 Google Maps 的照片上就有看到了，每个人一小间，然后有窗户外面就是森林，然后是有暖气的，因为塔斯马尼亚纬度比较高，比较凉，那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但是它的保暖是完全足够的，所以这个空间我非常喜欢。过程中我也在这个小房间里面得到了非常多的自我照顾。吃的部分呢，全程都是吃素，你到哪个国家就会吃哪个国家的素食。我非常开心在塔斯马尼亚，我每天早上的早餐就是酸种面包、优格、热的燕麦粥、椰枣糖浆，还有各种当地的水果啊、南瓜粥啊、蔬菜料理啊，我吃得非常开心，而且其实是蛮饱足的。所以你也会让自己的身体透过这样子的饮食跟这样子的作息，因为你早上4点就要起床，晚上9点就要熄灯，让你的身体干净不少。出来的时候瘦了3公斤，而且觉得整个精神都变得非常好。这个是塔斯马尼亚中心的状况。每个国家，我相信你只要好好去研究一下中心的照片，你也可以知道它的起居状况、生活环境怎样啊。我最喜欢塔斯马尼亚内观中心的地方是，我每天不管是天还没亮，或是深夜，我都看得到小袋鼠、挖勒比。那中途也有看过很多刺猬，非常可爱，还有蛇，还有袋熊。反正它就是一个超级自然的森林环境，所以我每天散步的时候，我都可以赤脚去走在森林里面，因为你不能做任何的运动，那散步就是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在你的休息时间，如果你想要动的话，我觉得能够在森林里面散步是非常棒的。听说台湾的内观中心散步的区域就比较小，因为是在寺庙里面，这可能就是对我来说一个蛮大的差别。好，这是一个补充。出国内观，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会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在这10天练习。我发现原来全世界的人会有的痛苦、有的烦恼，好像都大同小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阔的感觉，好像自己的烦恼又变得更小了，或是更平凡了。全部人出现在这边，乖乖的去面对痛苦，去感受到那个烦躁，
然后去每天每天的让自己越来越静下来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让我的心变得更开阔，或者是当我在国外遇到世界各地的人的时候，我更有亲切感，就发现人都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感受，也许跟在台湾和台湾人们一起内观会有点不一样，分享给你们。